中堂大人，這不是賣魚市場，不要討價還價。李大人，我國本要將中國東三省和山東、河北、江蘇、福建、廣東全部劃入日本版圖的，這絕不答應，大不了老夫把命搭在馬關。但考慮到中日兩國的緊張關係，這已經是底線了。真不由我大清呀！忠臣吉也好。今日我泱泱华夏居然落到如此地步，被尔等倭寇欺辱。金军西营，金军西营啊！宋贼，拿命来！这是谁？我怎么变得这么年轻？李若虚，你碰見金兵，就像嚇破了膽的老鼠一樣。這是哪裡？我難道轉世了？金兵，南宋！天哪！我居然穿越到了南宋！劉將軍，襲擊營寨的金兵已被全部消滅，快走！岳元帥點兵了。岳元帥，李若虚吓得腳軟，險些被金狗砍了腦袋。岳飛元帥，原來我穿越成岳家軍的參軍李若虛了。岳飛，岳鵬舉，大膽，竟敢直呼元帥名字！牛皋不得放肆。李大人本是文官，在戰場有些許惶恐，亦是常情。本帥派你二人明日去掃平周邊金兵殘軍，不得有誤。岳飛，岳元帥，我大清若有岳元帥，何懼那倭寇賊人呢？还令三军安營扎寨，我等識破金兵，剿滅金兀術。這難道是神仙顯靈，給我指的路？這李大人倒是個識趣的，還知道感嘆我軍的軍威。這文官，這點陣仗就精成這樣，沒見識。走，別愣着，跟我去收拾金狗。輕點，輕點，牛將軍。牛將軍，左前方密林後有金兵，正劫掠百姓。你怎會知曉？將軍速救百姓，我隨你衝殺。殺！杀呀！又是這樣的亂世，百姓何苦？我絕不能讓這種慘劇在我的面前再次上演。金狗死！你這文官竟突然有這般膽色，不是剛才只會發抖的書呆子了？金狗喪盡天良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全軍清理戰場，救治百姓，安葬逝者。對。
岳元帥，金兵屠戮百姓，必須要徹底擊潰。下官願意謀略助戰，為百姓復仇，護大宋河山。天助我也！此次本官必将驱除胡虏，還我河山。父亲，李大人这是？战場悟道，不可輕慢。不能再留這些金軍殘兵禍害沿途百姓了。岳元帥，此方向有金兵殘部約500人，正往西北山谷逃竄，沿途無埋伏，我軍可輕騎速追，將其一網打盡。岳雲、張憲率輕騎300，隨李大人指示追擊。末將遵命。二位将軍，走這條小路即可快速截擊金軍，隨我來。上！上！上！战场悟道，真乃神人也。谢元帥，謝將軍，謝大人。李大人料事如神，指揮精準，真乃天助大宋。憑這系統地圖，定要助岳飛收復中原，彌補上一世我的一生之憾。金兵大股劫掠部隊，正满載物資，裹挾百姓，沿官道撤退。現在要諸位商議，我軍現在是強攻還是迂回截擊？岳元帥，諸位將軍，金兵必走黑風谷，此谷兩側懸崖，中路狹窄，是天然伏擊場，只需按我指引步兵，可獲全勝。李大人，你怎知金狗一定走黑風谷？萬一擾落，我軍豈不是空等？牛將軍，金兵滿載糧草輜重，不敢走山路，只能走谷中官道，所以黑風谷是金狗的必經之路。此刻距谷口還有3里，我軍尚有半個時辰布防。就依李大人之計，即刻按李大人指示分兵。众將聽令，楊再興率輕騎200，至谷口佯裝敗退，誘敵入谷，不可征戰。張憲率步兵500，扶左側懸崖，聽我號令，投滾石，放箭雨。牛皋率輕騎400，扶右側密林，待敵混亂，即刻衝殺。岳雲率被圍軍300，封谷口退路，不放一兵一卒逃出。末將遵命。快撤！快撤！呀！瞧瞧前面那群送狗丢盔弃甲的樣子，把他們的頭給我砍下來！全部入谷，可以收網了。殺！李大人憑一己之謀，未卜先知，指揮三軍如臂使指，此戰全勝，全依仗李大人。岳飛替三軍百姓謝過。嘿嘿，李大人，俺服了，你指哪俺打哪，絕不含糊。感謝大人救命之恩。我李鴻章必不負爾等。
金兀術生性多疑，主力仍在，若能诱其轻进，可一举击溃。李大人有何妙计？哼，元帅，兵不厌诈，我有一计，可令金兀術自投罗网，挑選几名精兵小将，故意向他们泄露我军假軍情，伺機放他們逃回金營，向金兀術謊報。李大人不可呀！放虎歸山，必留後患。金狗回去定會反噬。李將軍，饒命啊！牛將軍莫急，聽我細言。金兀術剛遭大敗，急於復仇，只要消息九甲一針，他必深信不疑。我軍佯裝糧草待繼，主力分散，即將拔營撤退，誘他前來偷襲。我軍設下埋伏，定叫他全軍覆沒。此計險而精妙，就依李大人，全權交由你布置。行動！軍中糧草只剩3日，主力已調走，咱們明日就要拔營撤退，營中空虛得很，金狗不會趁機襲營吧？求求老天開開眼，金狗千萬別來呀，不然咱們根本擋不住，死定了。放鬆警惕，讓這群金狗有機可乘。李大人，金兀術那麼狡猾，真能上當？金兀術的動向我一清二楚，他只要動，我就知道他往哪兒走。放心，他必來。李大人謀而後動，料敵先機，本帥靜候佳音。此番定要讓金兀術血債血償。你這個豬腦袋！這種簡單的埋伏都能中計，竟然損失3000精銳！我大金怎麼就出你這種廢物？來人，給我拖出去軍法從事！四太子，饒我一命吧，讓我戰死沙場吧，求求你！拉下去！此仇不報，我完顏宗必誓不為人。大帥，天大喜訊！宋軍糧草已盡，主力分散，正準備拔營撤退。大營空虛無比。沒錯，小人聽見宋將商議，連夜就要逃走，防備鬆懈。此刻偷襲，定能一舉殲滅岳飛。立刻派人前往宋軍大營探查。傳令下去，將大營燈火弄悉數，減少炊煙，令士兵打包行囊，放鬆營門看守，麻痹禁軍探子。得令。稟四太子，現在宋軍大營內空虛，炊煙稀少，在拔營準備撤退。天助我也！大帥，恐有埋伏，不可輕進。宋軍已是驚弓之鳥，糧草盡，軍心散，何懼之有？傳令，全軍輕裝，鐵浮屠、拐子馬盡數出動，今夜3更偷襲宋營，一舉踏平宋營。岳飛、李若旭，死期到了！岳元帥，金兀術率主力15000人，走西線小路，3更一刻抵達大營，正好落入我們的伏擊圈。李大人果真料事如神，三軍聽令，按李大人部署，即刻進入伏擊位。岳飞，你今日傳令，全軍戒備，聽我號令。衝！踏平宋營，活捉岳飛、李若旭。宋軍軍營裡沒有一人，全是稻草人。中計，快撤！全軍後隊變遣隊。
杨再兴，左一包抄，短期归路。刘高右引出击，逼其后退。岳云正面压上，务使其重整阵型。稳住，稳住！铁浮屠列阵，拐子马胡良也。勾连枪手上，破坏铁浮屠。李若虚，岳飞，我与你们不共戴天。金兀术在西侧，岳云、刘高合围西侧，务必困住他。李大人，若非大人洞若观火，从容调度，此战胜负难料。岳某戎马半生，从未见过如此料敌如神之人。元帅过誉，若无将士全力以赴，计策再好，也不过是空中楼阁。金兀术虽败，但其人狡猾，接下来必会卷土重来，我们不可大意。我完颜宗弼纵横沙场半生，从未遭此大败。15000精锐，铁浮屠拐子马竟全军覆没。李若虚，一个文官，我师杀汝。四太子，宋军似乎能看穿我军所有部署，硬拼只会损失更大。不如借南宋朝堂之手，除掉岳飞与李若虚。速送临安，告诉秦桧，若不杀岳飞，除李若虚，我便将他铜筋铁阵公之于众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金兀术疯了，15000精锐全军覆没，他竟逼我害岳飞。可那铁证若曝光，我全家上下。来人，传我命令，联络台监，搜集岳飞拥兵自重、图谋不轨的罪证，还有那个李若虚，小小一参军，竟敢越权领军，一并参合。金兀术新败，元气大伤，正是乘胜追击、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。嘿嘿，俺早就等不及了，这次定要打进开封，活捉金兀术。李大人，何事不妥？元帅，大胜之下暗藏危机，金兀术大败，必会借助其他力量反扑。我有预感，即将有大事来临。李大人，你这又是打的什么谜语？俺这听不懂，痛快点说呀！牛皋，不得无礼。李大人，你有何打算？诸位放心，此事若有反复，有本官在此，可保无虞。金军此次大败，黄河以南兵力空虚，開封與颍昌一線的防守不足，我軍可分兩路。
张憲帥1萬步騎攻颍昌，元帥親率主力攻開封，如此中原可復。本帥同軍20載，只為今日。三軍聽令，3日後誓師北伐，收復中原，迎回2聖。救護中原，還我河山。俺老牛等这一天等了10年，我这一次非得亲手砍了金兀術的狗頭。孩儿愿为先锋，第一个登上開封城樓。末将願死戰到底，不破金軍，誓不還營。四太子，宋軍正在大舉整軍備戰，岳飛和李若虛準備北伐，目標直指開封。岳飛要北伐，他以為我金軍已無力再戰。傳令，收縮防線，集中兵力，死守開封。同時派出多路斥候，散布假消息。我要讓那個李若虛分不清哪路是真，哪路是假。四太子的意思是，我倒要看看，當10路大軍同時出動，他就算10破9路，只要有1路得手，岳飛就休想北上一步。金兀術學聰明了，知道分兵一路會被我看穿，便來了個10路齊出。那怎麼辦？10路齊出，咱們兵力不夠分啊！不必分兵，金兀術這10路中，9路是虛張聲勢，只有1路是真正的主力。敢問李大人，應當如何分辨？你們看，這9路敵軍同時出發，同時推進，但真正的主力行軍速度必然受糧草輜重拖累，會慢半拍。只有這1路兵力、兵種、陣型都符合精銳標準，速度稍慢才是真正的殺招。李大人慧眼如炬，末將佩服。所以啊，我們只需集中兵力，迎擊這1路主力，與金兀術決戰此地。好，就依李大人之計，三軍聽令，迎擊金軍主力。樞密院金字牌及第，陛下御筆，即刻辦事。哎呀，将軍，我們剛大勝金軍，眼看就能收復黃河以南，陛下為何要下令班師？這不是功虧一簣嗎？定是朝堂之上有人進讒言，陛下才會下此旨意。岳將軍，後面陸續還有金字牌，陛下心意已決，還望將軍速辦事。丁汝昌如此，岳飛亦如此，皆是因朝堂掣肘，功虧一簣，歷史竟是如此相似。岳將軍，本官願與一族單獨先行回去，面見陛下，說服陛下收回成命，讓將軍繼續北伐。去吧。靖康恥，猶未雪。將軍，李大人已前往臨安面見陛下，定有轉機。大戰在即，莫要憂慮。10年之功，毀於一旦，10年之功啊！大陛下。將軍，金軍殘部正在劫掠附近的村莊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回軍一事暫且擱置，先滅金軍餘孽。將軍，李大人素有謀略，此次前往臨安，定能說服陛下，或許真的能解決這場危機。
兄弟，咱们一起去杀他个痛快！众将士，随我杀！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皇宫！司农少卿李若虚有要事面见陛下，还望同传。陛下龙体欠安，不便见客，李大人请回吧，改日再来。公公，本官能治好陛下的病，为陛下清除心中的大患。二圣之事，本官有妙计。李大人稍等，老奴马上禀报皇上。李大人，陛下宣您觐见，快随咱家来。赵构的心病，终究还是二圣啊。臣李若虚参见陛下。李爱卿，你说你能治朕的病，不妨细细道来。陛下乃心病，臣有一计，可保陛下皇位无忧，更能让二圣永远无法返回。哦，李爱卿有何妙计？速速说来。臣以为二圣归来过黄河时，船只空有倾覆之险，亦或是风寒病故。再者，金军大败狗急跳墙之下，二圣怕是有性命之忧矣。陛下莫要惶恐，待收复河山，克服旧毒，陛下可谓是千古一帝了。好，李爱卿此言甚妙，解了朕的心头大患。只是金军势大，岳飞虽有大胜，但若继續北伐，真的能戰勝金軍嗎？朕心中始終不安。傳秦桧覲見。第11道金牌，陛下谕旨，岳元帥即刻班師，片刻不得延誤。现在形势如同水火，陛下却要退兵。元帥，11道金牌又如何？咱们马上就能收复中原，凭什么退啊？父亲，三军将士浴血死戰，沿途百姓單是虎將，怎麼不能退啊？可陛下，連下11道金牌，本帥不敢抗命啊！全軍且戰且退，固守現有防線，不可抗旨，違者軍法處置。臣等欲死戰，奈何陛下？唉。陛下宣老臣前來，怕是又有哪位大臣在陛下面前鼓吹北伐，蛊惑陛下吧？他就是大奸臣秦桧。金軍在黃河以北根深蒂固，坐擁100萬之眾，想要反攻北方，難如登天，倒不如考慮取天河之水泡茶來的實在。更何況軍費早已嚴重超標，陛下何必為了虛無縹緲的北伐耗費巨資？陛下，張俊部在淮西與金軍交戰，戰事膠著，北伐進展緩慢。更何況南方諸地近日爆發災情，陛下以人小治天下，豈能置百姓於不顧？李愛卿，秦相所言極是。北伐之事，容後再議吧。陛下，臣願立軍令狀，3個月，只需3個月，岳飛將軍定能拿下開封府，收復黃河以南。不自量力！3個月拿下開封，李大人怕是在說夢話。開封乃是金軍重鎮，防守嚴密，豈是3個月能拿下的？2個月，臣願以性命擔保，2個月拿下開封。陛下，南方災情嚴重，百姓急需救濟，萬萬不可再開戰端吶！50日，只需50日。45日，陛下。45日若拿不下開封，臣與岳元帥願以死謝罪。來人！
来人，拟金牌文书，传令岳飞45日内拿下開封府。若能成功，加官進爵，重賞3軍；若失敗，按軍令狀處置。李爱卿，此番前往全靠你了。45日，朕等你和岳飞的捷報。大宋的江山社稷，就拜托二位了。臣定不辱使命，45日內必拿下開封府，為陛下收復中原。但願李愛卿與岳飛不要讓朕失望。全軍聽令，踏平敵營！這群金狗欺人太甚，帶我去會會他們。不可，陛下連下11道金牌，嚴令辦事。若我軍主動出擊，便是違抗聖旨，屆時不僅北伐無望，你我皆成罪臣。元帥，咱就眼睜睜看着他們撒野，将士們浴血奮戰，眼看就要收復中原，就這麼憋着，俺快瘋了！撤！将軍，緊急軍情，第12道金牌到。終究還是要班師回朝嘛。非也，此第12道金牌不是班師，是陛下親令，即刻出擊。全軍聽令，出擊，揮師北伐，收復開封，還我河山！收復開封，還我河山！陛下有旨，需45日內拿下開封，現已時日無多，需兵出險棋。本官已有一計，諸位將軍請看。颍昌乃前線堅堡，眼下金兀術主力盡在颍昌，開封守備空虛，咱們便用這聲東擊西、圍滇打援之計。乖乖，想不到這慫樣的文官還有如此韜略。可命張憲將軍率10萬主力明攻颍昌，定死金兀術主力。元帥，您親率被圍軍精銳繞至開封南郊設伏，楊再興部佯攻開封。大帥，前軍盡沒，主力傷亡慘重，兵力告急，再不退便要全軍覆沒了。全軍退守颍昌城，平城固守。開城門！本帥回來了。岳飛李若虛竟能看破我的計策，無妨。颍昌城前2卒，我便在此拖死你。等9路一兵回援，定要將你碎屍萬段。总本，我将這合圍大軍交予你，務必遵守李大人計策行事。末將遵令，請元帥放心。第一，徹底清掃。將軍，颍昌4州探子、暗哨、信使盡數清剿完畢，金兀術已成瓮中之鱉，不知外界分毫。做得好，嚴守軍營，繼續虛張聲勢，升起大帥軍旗，讓金兀術堅信元帥仍在軍中，拖垮他的士氣。待元帥在開封設伏完畢，便是我軍破城之時。岳飛親率大軍圍城，卻遲遲不攻，定是想耗我糧草，拖我士氣。無妨，颍昌城前，我軍只需固守，等9路移兵回援，便是岳飛的死期。傳令，衛士的2萬兵力抽調5000，火速支援颍昌。務必守住颍昌。
张宪，有种与本帅決戰！不要理會金兀術的引誘，繼續猛攻，耗光他們的兵力。大帥，不好了！開封告急，開封南郊出現宋軍精銳，蒙古南。岳飞，你以為本帥中計了？今日便讓你嘗嘗裡應外合的滋味。全軍已畢，不許發出絲毫聲響。娘在刑部疲憊不堪之時，開封守軍裡應外合，吃掉這支宋軍。传令，杨在刑部繼續猛攻開封南門，假裝疲憊不堪，誘敵深入。遵令。本帥親率4000背圍軍，隱蔽在金兀術埋伏點側翼，做好反包圍準備。岳雲，末將在。東門已破，兄弟們，衝啊！大帥，不好了！開封東門被破，岳雲以率精銳衝入城內，城內守軍大亂。向北撤退，渡黃河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停止追擊，進城，控制開封全城。開封收復了，我大宋收復開封了！好，好，果然不負陣望，45日拿下開封，攻破颍昌，大勝金軍。朕果然沒有看錯李若虛，傳朕旨意，重賞岳飛3軍，加封岳飛為開府儀同3司，李若虛為樞密院隸書樞密事。岳飛、李若虛，你們竟敢壞老夫的好事，老夫定要讓你們身敗名裂！陛下，秦相求見。陛下，如今我大軍勢如破竹，金軍已身陷絕境。依臣之見，金軍為求自保。李大人，陛下和秦相的意思你都清楚了啊？二聖絕不能活着回來，這是你給陛下的承諾，也是你保住北伐、保住項上人頭的唯一機會。岳飛，你擅闖钦差行政，是要抗旨不成？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岳飞、李若虛狼子野心，依然反了。你說什麼？給朕說清楚！陛下，臣派去前線給李若虛傳旨的王懷，竟被岳飛、李若虛當場斬殺於帳中。反了！他們這是反了！二人擅殺钦差，已是公然抗旨不遵。如今他們手握數十萬北伐大軍，割據中原，擁兵自重，更是揚言要迎二聖復位，奪權篡位呀！陛下。陛下，岳飛功高蓋主，李若虛心懷叵。二聖若出現意外，定要往二人身上引，哪怕是捕風捉影，也要坐實他們謀害天下的罪名。另外，查他們軍中動向，稟明陛下他們擁兵自重，意圖謀逆，哪怕是偽造，
也要讓他們百口莫辩。記住，你只需添油加醋，层层构陷，定要让陛下徹底厌棄二人，為老夫日後除掉他們鋪路。若你能辦成此事，回京之後，老夫定保你官升3級，荣華富。若是让林安坐實了岳元帥擅殺钦差的罪名，北伐大軍立刻就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。末將遵令。岳元帥，關於王懷之事，我已下令將其偽裝成疾病暴斃，護送靈柩返回臨安，再演真相。如今秦桧必然會在陛下面前進讒，我們需早做準備，定下應對之策，以防臨安突然發難。岳某只知領兵抗金，不知朝堂詭詐。李大人手段通天，自便即可，不必與岳某商議。岳元帥，如今臨安野人生疑，我們将帥若是離心，必被秦桧趁虚而入。郢昌開封剛復，中原根基未穩，金兀術虎視眈眈，我們絕不能自亂陣腳。元帥，李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临安傳來消息，南方大水遭災，所有軍糧供給全部暫緩，軍中糧草僅夠支撐3日了。此事當真？你再核查3遍，不得有誤。千真萬確，末將清點了3遍，所有糧倉加起來只夠全軍3萬將士吃3日了。再無糧草補給，將士們就要斷糧了。諸位稍安勿躁，斷糧之困並非無解，我有一計，雙管齊下，定能解此燃眉之急。奇襲金軍衛士糧營，奪其糧草，以戰養戰。荒唐！金軍糧營戒備森嚴，布防嚴密，奇襲必敗，只會白白折損將士性命。此計，传令全軍出城列陣，正面迎敵，非偽軍居中，步兵列於陣前，死守陣型。元帥，李大人此前有言，讓我等分兵繞後，截斷金軍糧道，側翼襲擾，不可正面硬拼啊！如今我軍糧草斷絕，士卒飢寒交迫，正面迎敵，怕是難以抵擋鐵浮屠的衝擊。岳某領兵抗金10餘年，何曾見過荊州鐵浮屠？不必多言，傳令開城，全軍出擊！全軍出擊！鐵浮屠正面。李大人、岳元帥，陛下有旨，徹查郢昌戰敗之責。另外，本官問你，王懷究竟是因何而死？郢昌慘敗，折損過萬將士，究竟是誰之過？回御史大人，王懷大人一路奔波，抵達軍營之後，突發惡疾，藥石無醫，最終暴斃而亡。此事有軍營醫官為證。至於郢昌戰敗，皆是因軍糧未及時供給，前線將士飢寒交迫，無力應戰，才導致戰局失利。岳元帥，李大人所言何是實情？郢昌戰敗是我指揮不力，與他人無關，所有罪責岳某一力承擔。啊！哼，好一個一力承擔！軍中糧草僅剩1日，岳元帥執意固守，再等下去，全軍都要餓死在這裡。今夜我要親率3000精騎，夜襲金軍衛士糧營，奪其糧草，解全軍燃眉之急。二位將軍，可敢隨我一同前往？末將願隨李大人前往，誓死奪回糧草。末將也願前往，定叫金軍有來無回。好，即刻集結3000精騎，任賢枚、馬果提，3更時分準時出發，奇襲衛士糧營。末將遵令。全軍出發！
今粮草充足，沒有朝堂旨意，堅守防線，不得擅退。張憲、劉高率部構築碉堡迎敵，死守防線。元帥，請採用誘敵深入、伏擊歼敵的戰術，放棄這類防線，將敵軍引入伏擊圈，分割為殲。回去告訴李若虛，此法非我不懂，只是朝堂之令，不可違呀。将軍，你看看，這就是你執意遵守朝廷。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岳飛、李若虛領兵北伐，接連戰敗，損兵折將，勞民傷財，有負朕之所托，即刻勒令二人回京京後發落。張憲接管大軍，堅守防線，簽此。此番回京也是落入秦桧的圈套，必死無疑。将軍，這7道金牌就是秦桧的催命符。我們一旦回京，不僅你我二人必死無疑，數10萬北伐將士，中原千萬百姓的生路也將徹底斷送。大膽！李若虛，你想抗旨不成？膽敢指責官家？一介淫狗！這裡。陛下7道金牌，勒令我即刻回朝。岳某已下定決心，返回臨安，向陛下請罪。元帥，請收回成命，不能走啊！元帥，不必多言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元帥，不能回去。你今日一走，北伐大軍群龍無首，金兀術10萬鐵騎行將踏破中原，千萬百姓又要淪為金奴。公然抗旨，軟禁主帥，這謀逆的罪名你是洗不掉了。北郊，老夫要連夜入宮面見陛下，這一次定要讓李若虛、岳飛滿門抄斬。陛下，李若虛已然謀反了，他公然抗旨，軟禁岳元帥，接管北伐大軍，如今手握數十萬兵權，割據中原，下一步就要揮師南下，謀朝篡位了。陛下，反了，真是反了！傳朕旨意，即刻革去岳飞、李若虛所有官職，調集兵馬圍剿北伐叛軍，定要將這2個反賊碎屍萬段。此番大捷，金軍膽寒，河北防線空虛。父親，您還在為和李大人爭執的是反線。孩兒知道您是為了全軍安危着想，可李大人每戰必勝，絕非魯莽之人，您何必與他鬧到這般地步？不如各退一步，好好商議。立場不同罷了。我一生忠君愛國，實在做不成與奸臣為伍、謀害天下之事。元帥，李大人自入營以來，助我軍屢破金軍，收復開封，解颍昌之圍，這都是板上釘釘的事實。您為何對他如此成見？李好啊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岳飞和李若虛終於鬧掰了。秦真，本相給你一個差事。相爺請吩咐，屬下萬死不辭。你即刻動身，前往宋軍前線大營，讓岳飛與李若虛徹底反目，同時暗中聯絡金軍主帥，只要除掉這2人，黃河以北，本相可以盡數割讓。屬下遵命，定不如相爺所托。李若虛、岳飛，你們的死期到了。
秦大人想要怎么合作？我家相爷与你家大帅早有默契。金军主力正在黄河北岸集结，可布防異常混亂，不像是要聚合而守，他们一定是在等什么。等什麼？等我們犯錯？等我們有人不顧全軍安危，執意冒進，一頭扎進他們的埋伏圈裡？岳帥，都到這個時候了，你還在說這種話？金軍異動絕非小事，我們當立刻整軍，探查金軍主力動向，而不是在這裡互相指責。我早已說過，固守防線以不變應萬變才是萬全之策，是你執意要恫嚇，才給了金軍可乘之機。固守，你只知固守，可知被動防守只會被金軍牽着鼻子走。元帥不要固執己見，軍令如山。放箭，給老子射死這幫金狗！牛將軍，你受傷了，快退下去包紮！退個屁！糧倉要是丟了，全軍弟兄都得餓死。老子今天就是死在這兒，也不讓金狗前進一步！殺！請主拿命來！随我冲！哎呀，昨夜多謝李大人捨命相救，岳某欠你一條命。岳帥言重了，你我同袍，同生共死，抵禦外侮，本就該互相扶持。這點小事不必言謝。岳帥請看沙盤。岳帥，此番金軍前來攻營，恐怕沒那麼簡單。金軍沿河步兵一反常態，看似防線鬆散，一擊便可破之，但又無法拒殲，更像是布了個口袋陣。李大人，你的判斷，岳某心服口服。從今日起，岳某與李大人同心同德，生死與共，共抗金賊。若違此事，天誅地滅。我李若虛與岳家軍同袍同責，生死與共，驅除胡虜，收復中原。若違此事，人身共棄。同心同德，共抗金賊，驅除胡虜，收復中原。陛下，臣要彈劾李若虛，此人不敬圣旨，跋扈自專，在前線獨斷專行，視朝廷法度如無物，更與岳飛結黨營私，擁兵自重。懇請陛下削其兵權，解押回朝問罪。陛下，李大人連戰連捷，收復開封，解河南之困，乃是我大宋抗金第一功臣，何來跋扈自專之說？秦相爺此舉是要自毀長城，寒了前線將士的心吶！陛下既要靠李若虛和岳飛收復失地，建立不世之功，又怕二人功高震主，威脅到他的皇位，怕是早有決斷了。加封李若虛為少保，賞賜。李大人，這狗官欺人太甚，你攔着我幹什麼？牛將軍，朝堂上的事比戰場更兇險。他是秦桧的人，更是陛下派來的人。你今日打了他，正好給了秦桧把柄。到時候不僅是你，連岳帥和全軍將士都要受牽連。我們不能給他任何把柄。岳帥，如今我們腹背受敵，前有金軍虎視眈眈，後有秦桧挑撥離間，天家猜忌重重。我們現在最該做的，不是一味北伐，而是要讓天家覺得我們有用，而不是有威脅。李大人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難道我們不打金軍了？打
当然要打，但要打得巧。只有我们把金军打疼了，打怕了，让金军不得不低头求和，天家才会明白。元帅，只有打疼金军，让他们知道我们随时能端了他们的老巢，他们才会求和。好吧，你务必万事小心，我会率主力在正面死死拖住金军，为你争取时间。太行山内的所有路径，金军的关卡布防，巡逻队的行进路线，在全局地图上一览无余。我带军潜入，如同走在自家后院一般。狄大人，你好像对着太行山的一草一木，还有金军的布防都了如指掌，这……传令下去，加快速度，3日之内务必抵达潞州城下。快关城门，拉起吊桥，传令下去，全城守军上城防守，快！陈岳飞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李若虚擅离大营，孤军深入，目无军上，岳飞管束不力，难辞其咎。今令张俊接管前线所有大权兵权，岳飞即刻交出兵符，随张俊班师回朝，听候发落。钦此。岳帅，圣旨你也听到了，即刻交出兵符，交出大营，否则你便是抗旨不遵，形同谋逆。金军未灭，中原未复，岳飞不敢交出兵权，请张将軍回禀陛下，待我與李大人北伐攻城，收復河山，岳飛自會親自回朝，自負請罪。岳飛，你是要抗旨嗎？趙構疑心重重，他既忌惮岳飞手握重兵，又怕秦。这番血戰太過艱難，必須找到突破點了。張俊，臨陣脫逃，你真該死啊！启禀元帥，西側又出現一支金軍重甲騎兵，打着完顏樓氏的旗號，距離我軍後方不足3里。傳令下去，我親率北魏軍親衛馳援北線，告訴眾將士，人在防線在，退後者斬！元帥，完顏樓氏親率中軍主力壓上來了，金軍3面同時發起總攻，我軍傷亡過半，再蒙援軍，今日必全軍覆沒呀！李大人，事到如今，若無援軍，明日此時，我等皆為金軍刀下之鬼，這中原北伐的大業，怕是要到此為止了。岳帥，未必沒有生機。張俊雖臨陣脫逃，但其麾下禁軍並未潰散，若能說動他率部回援，我軍前後夾擊，必能劫此重圍。張俊此人，前方3里處，有金軍1支500人的巡邏隊，所有人繞開左側密林，沿右側山壁行進，不得發出半點聲響。遵命。皇軍，你一定要撐住我！這一次，我絕不會讓北伐大業毀於一旦，絕不會讓你重蹈風波亭的覆轍。大人，前方10里處探查到張俊將軍的禁軍大營，不少營帳已經開始收拾。李若虛，他怎麼會在這裡？他不是被金軍圍在戰場上了嗎？
张俊何在？李若虚，你不在前线抗金，竟敢率骑兵拦住本将军，是何用意？难道你要造反不成？诸位同袍，岳飞元帅所部将士正为了大宋江山中原百姓浴血死战，寸步不退，难道我们就要弃他们于不顧？如今数万弟兄在前线危在旦夕，而你们却要临阵脱逃，你们扪心自問，对得起列祖列宗嗎？李若虚，方才你说的话，本将军可以当没听见。念在你同朝为官的份上，现在你带着你的人立刻离開，否則休怪本將軍不客氣。張將軍，我剛才可是好言相勸，可你到如今還執迷不悟，只想着南逃避難，全然不顧前線將士的生死，不顧大宋的江山社稷。放肆！李若虛，你算個什麼東西啊？也敢來教訓本將軍？本將軍豈能因你一言之詞